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个成人电影男演员的案件。案发之后，警方几度重启调查，但依旧一无所获。直到两位作家在主持电台节目中聊到了这个案件，谁也想不到，在案发33年之后，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找到凶手。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作为南加州的繁华大都市，洛杉矶有着迷人的海滩，远近闻名的好莱坞地标。在这里，既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冒险岛。洛杉矶还是美国知名的艺术娱乐中心，拥有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剧院还有音乐场所。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拼命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故事的男主人公威廉·牛顿就是勇闯洛杉矶的其中一员。1965年7月26号，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市。威廉被生下时，他的父母没有正式结婚。威廉出生的6个月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出生了。兄妹两个人从小到大都形影不离。而在童年时，威廉就发现他自己对艺术情有独钟，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甚至是狂野。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跑到外面画画或者是写作。用威廉的话来说，就是我觉得文学和绘画可以让我的灵魂得到倾诉。威廉渴望有一天可以与世界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作品，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确做到了，只不过他分享给世人的故事似乎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个版本。中学毕业后，威廉就随母亲搬到了威州的莱迪史密斯市。环境的变化对威廉来说太突然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最终适应了下来。然而威廉在新城市里刚读完高中1年后，他的母亲又想搬到其他地方生活。1980年时，他们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市。也许搬家真的是很麻烦，又也许新朋友真的是很难认识。威廉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搬家的事情，他想要更稳定的生活，所以在后来的某一天，16岁的威廉就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他决定和父亲理查德在一起生活。他确信自己的父亲会接纳自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到了父亲住所门口后，父亲直接拒绝了他，还直接在他面前无情地关上了门。作为最亲的人，却亲自把闭门羹送到了你的眼前。父亲的无情与威廉的期望形成了落差。同样是孩子的父亲，为什么自己这位父亲就这么绝情呢？吃了父亲的闭门羹之后，威廉就花了3年的时间周游了美国。在俄克拉荷马州里，他遇到了一个名为特里埃利奥特的人，并与他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同性关系。与此同时，威廉发现自己对美妆特别感兴趣，因此他决定把它变成自己吃饭的家伙。也许威廉真的是很适合搞这一行。他在学习美妆时，学习速度可以说是出奇的快，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获得了美容师的执照。到了1984年，威廉就搬到了南加州的洛杉矶，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尽管在新城市开始新生活充满挑战，但是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有经验，威廉很轻松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引起了一家 MV 拍摄公司的注意。他们聘请威廉担任美容师。而与此同时，威廉还在一家好莱坞水疗中心里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任务呢，就是为一群男人服务，而这群男人呢，他们对男人有着特殊的爱好。在那里，威廉就遇到了一个名为大卫雷的男人。浓浓的威士忌直接摧坏了两个人的暧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也摸摸我，我摸摸你，然后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威廉和大卫的相遇，直接打开了威廉人生中的新篇章。大卫这个人呢，他是一位成人电影制片人，专门制作同性恋成人视频。而他也是看到了威廉的潜力，所以就决定将他招至自己的麾下，还向他介绍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概况，并且让他直接出演自己的电影。威廉和大卫的关系在后来就不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而且还发展成为身体上的同性恋人。到了1987年，大卫和威廉两个人就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公司，主打的就是同性口味的电影。威廉负责的工作就包括电影制片、演员化妆，还有布景设计等等。那期间他还会亲自带枪上阵参演。随着滚滚而来的电影收入，威廉和大卫两个人的事业呢，也走上了快车道。他们没有拍摄任务时都会去外面玩，
而且会经常参加一些俱乐部的同性派对，或者是说吸食一些违禁物等等，总之哪一样刺激就干哪一样。直到3年后的1990年，他们2个人的关系开始受到了考验，他们开始吵架，开始分居。就是在这个时候，威廉觉得也许自己需要换个环境了。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威廉就准备动身前往拉斯维加斯，然而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0月28号，那天晚上，威廉去了一家同性俱乐部喝酒，几杯浓浓的威士忌下肚之后，他就变得有点不省人事，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在俱乐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家了，所以带着强烈的醉意，他就吃力地来到了俱乐部的门口，而这也是监控中威廉最后活着的状态。第二天的星期一早上，一个乞丐走到了当地街道的一条小巷子里，他准备翻一下垃圾桶，看看有什么宝贝。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当这个乞丐打开其中一个垃圾桶时，他却看到了惊悚的一幕，因为在里面居然有一个人头，而在人头旁边还有一双人腿。几分钟之后，警方就来到了现场。垃圾箱里那个被肢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文中所说的威廉·牛顿。法医对威廉的头颅进行尸检后，就发现早在威廉被肢解之前，他就已经被人勒死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收到了一些线索，但是对破案都没有多大作用。仅凭借这些线索，他们是没有办法确定是谁杀死了威廉，也没有办法找到威廉其他的残肢。后来因为案件调查迟迟没有明显进展，所以被分配在这起案件的警力资源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少。案发15年后的2005年，洛杉矶警局就发表声明说，他们正在努力重新调查此案，但是让人失望的是，这一次重启调查依然没有抓到凶手。最后威廉这起案子呢，就直接被列入为悬案。到了2006年时，这个案件再次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一个名字叫做米奇沃基的记者发文称，死者威廉的父亲曾经联系过他，说洛杉矶警察忽视了他儿子的谋杀案。他说，警方本来可以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找到凶手，然而这群警员却总喜欢在办公室里闲聊。而作为回应，洛杉矶警局就发文说，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案件，而且一直在用最大的努力去侦查这个案件。案发21年后的2011年5月，威廉65岁的父亲在家中去世，可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刻，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的儿子。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因为在2020年时，克里斯托还有埃里克这2位作家就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克里斯托呢，是在男性俱乐部喝酒时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这个案件，从那时起，这件事情呢，他就一直牢记在脑海里。而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则是从克里斯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在2012年时，这2个人曾经共同主持过一档电台节目。在后来一次电台节目中，克里斯托就提到自己对威廉这起案件非常感兴趣，为了给死者一个公道，也为了让凶手被绳之以法，克里斯托在主持电台节目时就向广大市民征集线索。他表示，到了这个时候，或许你的一个电话就能改变我们现在一时停滞的局面。2个月后，在克里斯托和埃里克新一集的电台节目中，他们就分享了最近一段时间的调查收获。他们表示，此前有一个匿名者向他们补充了一段关于该案的重要信息。根据这名男子的说法，在威廉的遇害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在那家同性俱乐部里见过他。当时威廉呢，并非一个人离开俱乐部的，当时他身边还有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呢，长得就有点像杰弗里·达莫。而根据资料，这个达莫是一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在密尔沃基地区杀害了17个男性。而1991年时，他被警方逮捕，而被捕的时间就在威廉遇害的1年后。从时间上看，这个连环杀手似乎确实有可能作案。然而，警方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因为在1994年时，达莫就被他的狱友活活给打死，搞得洛杉矶警方死无对证。在2位电台主持对这个案件产生兴趣的同时，洛杉矶警局探员约翰·兰伯蒂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件。他用威廉的名字在网上搜索，希望能找一些警局之外的资料，结果就偶然发现了克里斯托2人的电台节目。而在节目中，2个人就谈论了威廉的谋杀案，并且推测达莫就是凶手。
探员兰博蒂仔细听了这期节目，不过可惜的是，除了增加他对这个案子的兴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两位主持人所掌握的线索，探员呢早就在警局档案里看过。后来兰博蒂探员就联系了这两位电台主持人，他们在见面聊天时交换了彼此的线索，还谈论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那从那一刻开始，2名电台主持还有1名警探就正式组成了一个破案小分队，一方负责用电台征集线索，而另外一方则负责调派警力走访调查。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找到凶手，彻底解决这个案件。也许是上帝都觉得威廉死得太惨了，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派了一位队员给这个小分队，他就是梅森，一位纪录片导演。他同样对这个案子非常有兴趣，经常正面或者侧面打听这个案件的消息。根据梅森的说法，在2017年时，他在拍摄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纪录片。在为这部纪录片外出调研时，他拜访了一位作家，这位作家收藏了一套好莱坞的照片，跟梅森见面时还拿出来一起分享。然而就在这位作家翻阅自己的笔记本时，一篇1990年的报刊裁片突然掉在地上，这引起了梅森的注意。梅森就立即向这位作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对这个报道的内容这么关注。他考虑到梅森的采访主题是同性恋，而刚好威廉也是个同性恋电影男演员，所以这位作家就向梅森仔细地介绍了这个案件。那梅森听的是如痴如醉。后来在忙完自己的工作任务后，空闲的梅森就会想起这个案子。而对于梅森来说，这个案子的谜团越是扑朔迷离，他的兴趣就越是强烈。他也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甚至还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征集线索。没过多久，就有人联系了梅森，一个叫做克拉克·威利姆斯的大叔。这位大叔是一名业余侦探，他和死者威廉一样，此前同样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长大。在和梅森的交谈中，威廉姆斯就表示自己是在1990年时关注了这个案件。针对这个案件，当时警方还向民众发过征集线索的通告。因为这则通告，自己专门去扒了死者威廉的背景资料，然后发现威廉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名同性恋，而且在人生的很多经历上也是非常的类似。年少时同样和家里发生了分歧，然后同样离开家庭到外地生活和工作。威廉姆斯表示，他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同性恋经常会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在帮警方找出凶手的同时，他觉得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更是在帮助同性恋这个弱势的群体。而在与梅森交谈之后，威廉姆斯就表示，他找出凶手的欲望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了。他也加入了这个破案小分队。那到了这里，寻找威廉遇害者真相的破案小分队就已经包括了2位电台主持人、警局探员、纪录片导演还有侦探大叔。他们的付出就好像是正义的灯光，总有一天会直接照射在躲在暗处的凶手，让世人得知他的面容。走访调查中，威廉姆斯了解到当地有一位大叔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威廉姆斯发现这位大叔还曾与警局探员有过合作，所以说如果能够和他见面交流的话，也许能够收到一些新的信息。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当他来到这所大叔的住所时，他却发现对方在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不过让威廉姆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叔的身份呢，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位大叔还是一名导演，专门制作同性恋成人动作电影。威廉姆斯就意识到，也许这位导演和死者威廉之间有过某种联系，因为他们同时在同一个行业工作。威廉姆斯就专门买了这名导演的所有作品，试图在这些作品的工作人员名单中找出一些新的线索。而看着看着，有一部电影就引起了威廉姆斯的注意。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名字叫做比利·休斯顿的男演员，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比利的真名是叫做达里尔·林恩·马登，他原本拥有大好的前途，制片公司呢也准备大力捧红他。不过后来达里尔因为谋杀2名男子被法院判处无期监禁。而当达里尔被捕时，他就向警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交代说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布拉德利·奎尔斯的同伙。而当天他们2个人一起在俄克拉荷马市喝酒，喝着喝着，不知道是谁起了个馊主意，想找多一个人一起玩同性3人行的游戏。说干就干，2个人从酒吧出来之后就直接徘徊在门口等待。没过多久，一位好奇心很重的男子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达里尔和搭档将受害者引到了一个很偏的地方，然后一起用绳子捆绑了他，并将他放在车辆的后备箱里，带他到外面一起兜风。尽管这名被绑的男子苦苦哀求，不幸的是，在一番缠绵之后，这名男子还是被达里尔2个人勒死的。搞定猎物之后，达里尔就和同伙把尸体沉到了附近的一条河流之中，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达里尔射杀了自己的同伙，然后自己逃离了现场。让威利姆斯有点失望的是，死在达里尔手里的2名猎物都不是威廉。就当他准备放弃时，他发现达里尔在入狱之后接受过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把采访的记录写到了一本书里面，名字叫做《美国恐怖谋杀案》。按照以往的经验，有一些罪犯被捕入狱之后，他往往会主动或者是被动泄露一些自己过去不为人知的罪行，而达里尔或许就是其中一个。怀着侥幸试一试的心态，威利姆斯就在网上买了这本书。通过书中的谈话记录，他就发现达里尔曾经说到发生在洛杉矶的另外一起罪案，但是达里尔却拒绝透露详细的信息。那考虑到威廉当时人就在洛杉矶，而且也是个同性恋，所以威利姆斯就怀疑那个死在达里尔手下的第3个男人也许就是威廉。为了确定这一点，威利姆斯就决定去监狱里拜访这位达里尔，但是因为没有采访权还有执法权，他就只能先联系兰博蒂探员，并且跟他说了自己的调查发现。那凭借职务上的便利，兰博蒂探员呢就调出了达里尔的背景资料。而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达里尔工作的同性恋成人视频制作公司刚好就位于圣莫尼卡大道上，时间、地点、人物，这一切都对得上。所以说，凶手真的是达里尔吗？那为此，探员兰博蒂就决定去监狱里拜访这个达里尔。1月4号这一天，兰博蒂探员就和同事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州，而此时达里尔正在当地一所监狱里服刑。令兰博蒂探员大吃一惊的是，达里尔居然做了变性手术，成为了一名长发飘飘的女子，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达里琳。起初对于兰博蒂探员的到来，达里尔是爱理不理，但是探员表示，如果你好好配合，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给你换一位你喜欢的室友。在一番威逼利诱之下，达里尔就交代了一切。他说那一天自己和2个朋友到酒吧喝酒，在外面闲逛时看到了威廉这个人，当时威廉看起来好像喝了不少酒。说干就干，几个人就假装是威廉的朋友，一路搀扶他走到了没有监控的小巷子里，而在小巷子里，几个人就享受了同性的激情游戏。事情完成之后，几个人原本打算直接离开，但是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坏主意，直接就把威廉给勒死了。达里尔告诉警方，在杀了威廉之后，他自己就先溜了。至于威廉的尸体就留给了2个朋友，但是被问及这2名同伙的身份时，达里尔呢是死活都不肯说。而与达里尔相见之后，兰博蒂探员就向洛杉矶检察官提交了指控。不过让他失望的是，检察官认为兰博蒂提交的证据不充分，没有办法对达里尔提起诉讼。而在历经30多年断断续续的调查之后，杀害威廉的凶手终于被找到。即使目前还有2名罪犯逍遥法外，那当然，也许从头到尾只有达里尔一个人作案，他是想通过捏造2位不存在的朋友，让自己不受到更长的监禁。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破案小分队会像之前一样，在不经意之间又发现新的意外的线索，又也许这个案子到了这里会画上最终的句号。不管如何，如果没有这个小分队的执着，或许直到现在警方都没能找出杀害威廉的凶手。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